中国带来的风险呢，就是比西方强。这欧盟差点就上了美国的当了，但想握紧方向盘，欧盟可能还做不到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讯说。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，美国不仅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，还鼓动西方围攻中国，在经济和技术上与中国脱钩。而在这一点上，这西方似乎也达成了一个共识，那就是跟中国合作正在给西方带来巨大的风险。那么，为何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与中国合作的好好的，并且还在持续深入的与中国展开合作？这到了西方国家头上，就说与中国合作有风险，并且不断以此为口号，那试图阻止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合作。与中国的合作所带来的风险，那又是什么呢？其实这所谓的风险，那就是因为中国比西方强。中国已经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。尽管西方整体仍然保持着经济优势，可是已经无法无视中国的存在，这本身就给了西方一种危机感。毕竟，这过去西方仗着自己的经济优势，可是在对外合作上是牢牢掌握着主动权，4亿的收割着全球财富啊。可是呢，现在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对外合作的形式风格又与西方优先不同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西方的霸道，那更愿意接受中国平等互利的合作模式，这也就让西方的是产生了一种危机感。一向好战的西方，自然而然就把中国这个异类当成了西方的敌人。再加上中国的崛起，在不少方面都已经反超了西方。这就好比欧盟引以为傲的汽车工业，现在表现的并不是很景气啊，可是中国却在电动汽车领域是完成了对西方的反超，将西方的骄傲是踩在了脚下。这为此，一向都是被依赖的西方，现在很有可能要依赖中国了。这你让这西方的自尊心，那怎么接受得了啊？不过呢，欧盟还是与美国不同，在美国推动经济和技术与中国脱钩的时候，虽然欧盟也配合美国做出了一些针对中国的举动，但是欧盟仍然保持着与中国的经贸合作。冯德莱恩也公开表示，慎重对待与中国的合作，给欧洲发展去风险化，却不代表着欧洲要与中国脱钩。这为此，欧盟就是握紧方向盘，在去风险化和不与中国脱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而欧盟的这一观点，无论是迫于内部成员国的压力，还是真就是在中欧关系中坚持无为而治，那也算是给了欧盟一个机会。尤其是看到美国是怎么跟中国脱钩的之后，这欧盟可能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是拍手叫好，直呼差点就上了美国的当了。不为别的，美国说是要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，为此还对中国发起了关税战。可是现在的欧盟看到的却是美国不仅没有与中国脱钩，这去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可能又要创下历史记录了。如果说这也算是与中国脱钩的话，那积极与中国展开合作，不再去想什么对中国产生依赖的风险，美国与中国的经贸合作的程度，那是不是会更高呢？所以欧盟不想与中国脱钩，也不认为欧盟有能力与中国脱钩，所以才想着不与中国脱钩的情况之下，尽可能的去风险化。这不得不说，这欧盟想得很好啊，但是想要握紧这个方向盘，欧盟可能做不到。美国正在不断的给欧盟施压，这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，美国对欧洲的掌控的程度进一步提升，欧盟又能抵抗到什么时候呢？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